哇，很高兴这个学期来跟大家见面哈。实际上呢，我也是实践大学企管系的老师哈。我们在大四日间部有教那个创新创业的专题。那其实创新创业呢是我们管院的课啦。那因为是日间部嘛，所以呢就没办法跟大家在白天见面。但是呢也很高兴呢，今天晚上呢跟大家这个讨论一下所谓的职涯的一个关键的议题哈。那我在进修部这边呢哈，也有遇到一些同学，平常有在上班打工的举手。OK， 那所以这一好，有举手了，不举手了，好 ，OK， 好，然后所以其实年龄层的部分，有时候我发现每个学期每个班的那个状况都不太一样。那大部分的同学还是会落在比较年轻大概30岁以下。那也有一些呢是在30岁之后，然后他可能会进行一些就是他可能开始思考说职涯的一个方向是什么。所以后来下课的时候都来找我讨论。那当然我们在日间部是大4的同学上课，那当然他们会更迷惘哈，因为他们就等着明年6月要毕业了嘛，所以他们就会思考说，老师接下来我到底要出国念书，还是要进修研究所，还是说我要到社会上，但是我的能力还有我自己的一个兴趣到底是什么哈？那我觉得这个议题还蛮有趣的，所以呢，我就结合了我自己的所长，那也把这件事情呢，透过不同的讲座或者是不同的一个方式呢，分享给大家。那今天呢，这个个人职涯规划的关键呢，我提出几个概念分享给大家。所以如果你呢这中间如果有想到什么，你觉得蛮有用的，好，没关系，让你拍照没有问题哈，让你带回去都 OK 哈。那原则上因为今天录影嘛，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就不太走动了。那中间呢，我们会有一些的小体验。我今天有带一些牌卡，好，所以如果你对牌卡是有兴趣的同学的话呢，等一下呢，就千万不要离开哈，千万不要离开哈，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些简单的探索。好，那我首先介绍我自己哈，我有几个身份啦，那大部分呢都围绕着我自己命盘的优势，因为第一个我是算命老师。所以算命老师的情况下，我当然了解我自己的个人优势在哪里，以及我的这个人生的方向要怎么走。所以大部分我现在调整成就是我自己比较舒服的模式来生活，舒服的模式来工作。那所以等一下我会以我自己这样的一个经历的一个过程来跟大家分享。那也许呢，你也正在走我以前的那个路径，那也许呢，你可能是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转折点，那就很有缘啊。今天大家认识我们认识我们这样彼此，那我们就如果后面你有一些相关的想要讨论的，或者是想要了解的会后都可以来跟我做那个就是了解哈。那另外呢，我也有教育部的讲师证，所以呢，我有在大专院校的管理领域去做授课。那另外我在教育部的模课师也有智慧零售的课程，所以它这个是线上的课程。那只要是你有实践大学的账号，原则上都可以进入到摩课师平台进行注册，然后学习。那摩课师其实是提供给大家一个额外的进修的管道那第一个呢，因为实践大学其实也在摩课师的这个计划里面，在教学发展中心里面就会有一个页面教你如何用实践大学的账号进行注册，所以你就可以上到教育部的摩课师平台免费的去学习不是在实践大学里面的课程。那当然我们实践大学本身也有相关的课程会在上面上架那这个呢后面也会有结业证书可以让你拿，所以呢你的一个履历上面来讲也会多一个休息的这个课程。那另外呢，我也有美国 NLP 国际认证的一个专业咨询师。那 NLP 的部分叫脑神经语言神经学脑神经语言程式学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也会再多做的讨论。好，那另外我也有职涯咨询还有人生设计卡的执行师。那这个其实都是围绕着我自己的兴趣，或者是我觉得在工作上来讲我蛮投入的，而且我蛮有热情的去延伸出来的一些相关的角色。好，那这是我个人的这个命理的一个品牌啦，但实际上其实不包含命理，因为我还是有教一些
教商业嘛，好，所以其实商业的演讲或商业的课程也都包含这个里面。那我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带给大家几个字哈。适己而行，适机而动。认识你自己，你才知道怎么行动。然后你了解了什么样的机会点，什么样的时机点，你去行动的话，才能够1+1大于2。好，所以这个呢是让大家大概了解一下说，其实你要去算命啊，无论你要算星座、命理，还是什么 MBTI， 还是什么人类图，还是什么生命灵数。无所谓，都可以啊，但是重点是你能不能好好的了解自己，然后呢找到自己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每个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然后呢，其实有很多人会问我说，那老师你教姓名学啊，如果姓名改名了，到底我的命能不能扭转呢？好，实际上呢，八字姓名学是2个概念。八字的话呢，是天生的命盘，你出生那一刻就定下来了。但是姓名的话呢，是后天爸妈给予你的，所以大家很喜欢去改名字，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运势去做一个扭转哈。姓名的话呢，大概会占了后天不多。但是呢，原则上还是可以改掉一些性格啊，比如说你的本身天生的这个命盘呢，就非常的犹豫不决，但是呢，你透过姓名的一个加持，会让你比较稳定，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呢，你的个性会稍微做一点改换。那也有人说啊，姓名叫久了，你当然那个个性啊、外形啊、形象啦，就会跟这个新的名字是相似的，这是没有错的。好，所以改名字这件事情呢，确实可以改掉一些东西。但是呢，坏的能改，好的当然也能改，所以你就要去思考说，这到底是不是你要的，还是我们可以在这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就好了。那最重要的其实是你的行动力啊，就是今天就算你改名字了，那改了一个财源广进的名字好了，可是问题是你连彩券都不去买啊，你工作呢也就三天打鱼，然后2天晒网，那请问你到底能不能赚到这一桶金呢？那当然很难说嘛。所以其实后面要讲的都是行动力的概念哈。好，那其实呢，在上半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有一些相关的讲座啦，或者是节目来做一点分享。那我就想要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分享给无论是青少年也好，甚至是像我今天去另外一个讲座的现场哈，我发现他在做的是所谓的2度就业。还有包含就是50岁上下左右，还要进行职涯转换，像这样的概念，其实在各个年龄层当中都会出现哈。那所以呢，像是企业授课的部分呢，我就会请大家先了解自己的个性，以及你如何跟你的同事做相处。那另外呢，我也在经商会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地方呢，来去分享所谓的女性创业这些议题哈。因为女性创业议题其实还蛮多的，而且比较复杂，因为我们的角色会比较多元一点。好，这个等一下也跟大家分享。另外呢，还有到汉声广播电台呢接受节目的采访。那另外像大学跟高中的部分会进行一些兴趣的探索，或者是职涯的一个分享。好，所以呢，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议题产生。好，那这个故事呢，就会讲到说，其实有一天我也非常的迷惘，就是上班上了老半天，但是呢，早上很不想要起床，那有时候加班又过度，自己的生活的模式还有生活作息全部都受到了影响，于是我就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哈。那当然，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算命跟星座，好，所以我还是有去找一些算命老师来了解一下我自己。那因为这个是一个从小的兴趣，所以呢，我当然就兴起一个念头，就是那我能不能自己学呀？那我学了之后，我能不能更了解自己啊？那反正我都对这个有兴趣嘛，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吧。好，所以呢，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去思考了一件事情。我以前是做品牌行销，做专案管理，然后跟新创企业的老板一起做打拼。那我现在呢，想要转换身份，到算命老师，或者是大学的一个商学的老师，甚至是最后在今年上半年呢，把身心咨询师的这个部分也同样的去学习。那我就想说，那这样的身份角色转换呢，其实蛮大的。好，因为我们的工作领域也不太一样，然后我们要面对的客人本来是厂商，本来是内部的同事，那现在面对的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学生，或者是一些来找我算命的一些客人。好，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所以我的故事呢，就会从这个转换开始走起。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在精进自己，因为身为算命老师，我也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方法然后让我自己活得比较舒服，所以我就会把这样的概念一起分享给大家。如何让你自己过得比较舒服比较重要哈。好，那大家帮我扫一下这个 QR code 哈，你可以在上面开始回答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在生涯或者是职涯的探索上面，你最常遇到的困惑会是什么？你最常遇到的那些问题有什么啊？每个人都，你只要扫一次 QR code 就可以回答一次，所以你也可以回答个2-3次没有关系。然后我们等一下来看看大家的回答是什么。好，来我来看一下那个答案哦。哇，你知道回答最多的他会越大字，回答最多的人，他会最大，那个字会最大最明显。OK， 长太丑这件事情是什么？应该能改吧？那个医美现在蛮厉害的，比那个改命还要重要，这样子哈，那是有机会的。好，还有什么？不知道要干嘛？这科系适合我吗？薪水太少。爱拍马屁，怪人怎么那么多？神经病的客人跟同事。OK， 还有什么？这个系是不是很穷？请问是哪个系？好，你们系应该蛮多的吧？我记得，反正那个通识课嘛，应该各个系都有。有没有能力走到那一步？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不是正确的。然后什么时候下班？这个有问题哦，你可以请教一下劳资纠纷。好 ，OK。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大部分的同学无论你现在的工作行业别是什么，然后也不论你现在的年纪是什么，大部分呢在这个班级里面，目前应该有30-40个左右大部分都是有不确定性比较高。也就是说，不确定性是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好，那我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自然万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常态性下来讲每个人都身上都有不确定性。你就算去问你爸妈，你就算去问你家老板，他也会跟你说，对，我也不知道。这就是人生非常奥妙的地方，没有人知道他自己做的是不是正确的。就像疫情前，大家可能觉得我过得很好，可是疫情一来，哇，瞬间就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但是实际上我要告诉你的是无常2个字，无常的意思就是没有常态性。所以呢，所以我们其实要做的是什么？去接受这种变动。那你接受变动的一个关键点是什么？你自己要够有弹性。你有弹性了，你才能去接受各种不同的变动。但是如果你过于僵化，那个变动来的时候，你就会卡住因为你不够弹性，你没办法去应变相关的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重点是你有没有那个弹性。但那个弹性其实可以用很多面向来做练习啦，比如说多增加很多知识跟技能，所以你的弹性就比较多嘛，至少比别人来变得比较快。然后再来就是多看一些人家成功的案例，所以如果万一哪一天突然间遇到了，你还有一个参考的目标、参考的典范可以去做学习。那或者是说呢，我们尽可能拓展我们的人脉跟人际关系，然后呢去累积各式各样的一个机会。很好，给了我3个笑脸，非常好，这个要加分。但是这个是匿名的，我找不到他。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到下一个回合咯。我来看一下那个其他人是回答什么事情。好，这个呢是我请30几位的女性高阶主管跟创业者他们所回答的答案，然后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第一个呢是快到50%的人都有觉得金钱课题跟理财规划是他们在这个生涯跟职涯当中，或者是在创业的路上是蛮困扰的。然后第2名呢就是自我定位跟人生的意义，那其他呢比例大概就是20左右就比较平均一点。但是你会看到我们这边列的列表，包含个人形象天赋才能自我实现健康还有地位全部都跟个人有关。那我们来看一下，你身处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你还是会跟人遇到嘛，所以你还会有人际关系的议题。
那关于人际关系比例最高的呢，就是我们的职场关系。也就是说，大部分你在创业的时候，你还是会遇到你的同事，或者是你已经到一个规模，你就会有属下，或者是你可能接下来还会你从基层一直往上面爬起。那这个的职场关系呢，也是蛮困扰的。那因为是调查的是女性的高阶主管跟创业者，所以他们其实在婚姻家庭的议题上来讲，也非常的受到影响常常就是妈妈的角色或者是妻子的角色那他这个都会跟他创业的一个时间分配会有一个冲突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些人呢，是因为夫妻一起创业，所以就会吵吵闹闹就是彼此的有合作关系，但是彼此呢又有就是观念上的不同在这个创业路上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好，那我们综合也跟刚刚大家自己去做分享，然后跟我们在外面高阶主管女性的这个创业者，他们综合起来的话，你会发现有3个角色，3个议题其实是你最常遇到的。第一个呢，就是自我的探索。那有些人的自我是不够明确的，比较模糊，所以他希望要做的是叫做建立自我。那有一些人是比较容易摆荡，比如说多重人格，一下子那个一下那个，然后搞不太定自己。其实我们要去让他的是维持一个比较统一的形象，或者是统一的一个主轴那另外呢，我们刚刚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是对于人际关系是蛮有困扰的。那这个人际关系其实你天天都会遇到，因为人类是群居生活的一个动物，所以原则上你都还是会遇到所有的人际关系。你就不用讲你有多社恐好了，你光回到家面对爸妈就会是一个人际关系议题所以呢，亲朋好友带来的都会是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影响。那还有包含你在跟他之间你们的角色是什么？你在爸妈面前可能是儿女，那如果你自己已经生小孩了，那你就变成是父母的身份，所以你的角色也会影响到很多的决策，再包含说你对这个人有没有相关的责任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关系会不会常常变动像我刚刚讲的夫妻一起创业，他们到底是夫妻还是合伙人，对不对？它就会有一个关系的重叠。那另外环境的部分环境的话呢，就是我们讲说最简单的，就是疫情一起来，大环境全部改变的时候，那我们要何去何从不论是台湾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状况。所以环境呢就会包含你有没有要出国，你有没有要移民，甚至你是从台北到台中工作，还是你是从南部上来台北念书，完全风土民情都会略有差别。好，那这个情况之下，你要怎么去做一个定位探索通常都不外乎会跟这3个有关系。那在我跟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要走的是通常会有2种方式，你要么就跟别人竞争，你要么就跟别人合作当然啦，竞争呢会有输赢，然后你也可能会丧失一些成本，但是原则上如果你有办法跟他合作的话，我们就来探索那个1+1大于2的可能。那另外呢，如果是我跟环境之间的话我突然间外派到了美国，我要工作，那我要适应当地的话，我到底是要顺势而为，还是呢我要积极的改变自己融入当地这也是不同的选项。所以呢，总而言之，你们刚刚回答我不知道做的是不是正确的，是因为这3个不同的关键要素都会互相的影响，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答案会是正确的，只是你有没有活在当下，而且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优势利用出来。好，那我们会讲职涯这件事情呢，其实跟你的生涯规划是有关系的。有些人的生涯规划已经定好了什么30岁到40岁我要成家立业，然后呢我几岁就要退休，然后呢我几岁之前又要干嘛干嘛。所以这个东西呢，生涯的规划当中，职涯的这个部分就会占了绝大多数因为它是你的收入来源。那对于我这样算命算下来讲我发现最大的重点其实还是在于职业或者是收入，因为基本上你就算单身到老好了，但可能也还活得很好，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你其实活不了多久。所以在职涯的议题上来讲，是大家都会必要的，而且存在
存在比较复杂的状况哈。那这个是八字哈，八字就是用出生年月日时去排列出来的，然后呢再加上天干跟地支去做综合的组合。那你会看到除了我们刚刚讲说出生年月日时的一个状况之外，其实它也代表了20岁到80岁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八字我们可以看得到是你的少年或小时候，甚至我可以看到你的老年运。好，那这个在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职涯从25岁到65岁退休，这中间大概也占了2/3。好，所以我觉得职涯议题还蛮重要的哈，就是在这一个状况。那当然，我觉得职涯探索都有非常多的方式，重点是你们找到你自己适合的那一个，或者是你找到了之后，你的执行力、行动力有没有办法往下走哈？好，那另外我说我有姓名学，对不对？好，姓名学呢不需要出生年月日，我就可以算姓名的个性了哈。所以呢，黄仁勋这个人，其实我只在新闻上看到他，我不认识他，我没有他的出生年月日，但是我知道黄仁勋的个性，所以我就可以知道我跟他是不是同类的人。然后如果我要跟他合作，我到底是要怎么样去做谈判比较好？我跟他互动之间的磁场怎么感应比较好？那当然呢，只要有任何姓名的话，都可以拿来做配对哈。所以有时候学生都会偷偷的塞暧昧的对象的姓名给我，然后就要我算。好，那我就说你到底暧昧对象有几个？你不能总是拿1-2个都出来算，对不对哈？好，所以这个其实姓名的部分呢，就可以有很多人际关系的议题在这个里面，包含说，如果我的客户是老板的话，他很想要知道员工跟他合不合，或者是有些人要投资他，那他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去进行这个股权的交换？那有些人呢是家庭议题，所以他会算小孩子，他会算他的父母，然后他们之间合不合哈？那像这样的关系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呢，如果你知道对方的性格，你就会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所以这个通常在我企业授课的时候是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要如何跟我旁边那个同事沟通？我要如何跟我的老板沟通？好，其实这个话就可以用在我们企管的人力资源的一个概念里面哈。那这个当然就是比较细节的部分，今天就不太做说明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依照我自己的故事呢，我开始利用八字跟姓名学探索我自己，我就得到了几个结果。第一个呢，就是我的个性，比较偏好研究思考，然后呢，我本身呢执行力很强，是老板的格局。那如果呢我要去做一些工作的话，其实我还蛮擅长使用口才的，所以哪些说话的工作是我很适合的呢？我就可以开始进行了一些盘点。那第二呢，我的那个八字是属庚金的，所以庚金金木水火土的情况之下，属金的人本身比较果断，好，然后比较积极，然后同时间呢，在适合的领域当中，就是五金类啦、珠宝类啦、金属类啦，甚至是那种财阀果断的这种职业都 OK。好，所以如果是我来做老师的话，我可能就会跟属木的老师不太一样。属木的老师比较温和，然后比较和善。那对于像我这种属金的老师，我可能讲话就会比较直接一点，或者是比较一针见血。那当然每个学生就有自己喜欢的老师样态嘛，所以我就可以知道我自己的个性可以从哪个方向开始往前走，对我来讲是最舒服的，因为我不需要改我的个性啊，我只要发挥我个性里面的优势就可以了。好，所以我们讲说八字跟姓名学其实可以看到你个人职涯的一个什么状况呢？第一个可以知道你的命盘优势，所以可以大概知道你是属于哪一方面比较擅长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搭配流年运势大家都知道过年大家最喜欢算的就是新年的新运势怎么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搭配流年的状况去做一个布局。有的人他要考公家机关，我们要看他的流年运势有没有考运。有的人呢，他要卖东西，他要有知名度，我们就要看他的流年运势刚好是不是走到了有知名度的这个机会，所以可以搭配流年运势。那另外就我刚刚说的，跟黄仁勋这种我不认识的人，或者是我跟他可能有接下来要发展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人际关系的互动，都可以在这个部分呢去做一个盘点。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打下基础了哈。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阶段，就是说，那如果老师我也不算命不算命也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你用人类图、用星座，还是你用其他的 MBTI， 重点就是你用什么方式找到了你自己的那个擅长的优势。那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接下来要做的是你要如何发展的优势，这就会是第二个关键点了。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筒子可以成就你的职涯梦想？它的这个是从我们《执行长日记》这一本书所提炼出来的总共有5个筒子包含你知道什么，你能做什么，以及你认识谁，还有呢你拥有什么跟外界对你的看法。来，如果你觉得哪一个筒子可以成就你的职涯梦想，你觉得你认识谁比较重要的？举手。好，有一个你觉得你知道什么会比较重要的？复选题啦，没关系，一个。好，来，然后再来就是你拥有什么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啦，有吗？也有OK， 那不举手就表示你们有第6个筒子是吗？比如说富爸爸还是富干爹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面走。其实呢，这5个筒子都很重要，但是它有顺序。它的顺序是你前面的筒子装满之后，你才有机会进入到下一个筒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2个筒子是什么？知识跟技能，就是你知道什么，这是知识，以及你能做什么，这叫做技能。为什么这2个比较重要呢？因为你要先有知识，并且让这个知识非常的熟练，变成一个技能之后，你就基础基本上就已经打好了，你才有办法往下面一个走。也就是说呢，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让人家认识你的一个基础之后，你才有办法去认识人嘛，对不对？比如说你的老板能不能聘雇你，一定是跟你的知识跟技能有关。然后呢，有些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人家愿不愿意投资你，也是跟你的知识跟技能有关。所以呢，人脉呢，这时候呢，就会对产生价值跟互相有价值就会开始有影响了。那有很多人就会说，老师为什么我没有人脉？因为你没有让大家看到你的价值，或者是你们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你没办法让他知道说他跟你交往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所以他可能就变成是萍水相逢，或者是点头之交。那这个算是人脉吗？可能算是啦，但是也许认识不深，最后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然后再来就是资源跟声望，所谓就是说你拥有什么呢？是你手上拥有什么资源。那如果你是读企管系的同学，你就会知道，在我们企管理论来讲资源呢最重要的以前的商业模式就是你有没有土地。你有土地的话，那基本上你就会节省一些成本。那现在的资源呢有很多，比如说你有没有股东挹注，你有没有相对应的那个资产设备或者是你有没有相对应的那个优势关键点可以挹注在你的企业里面所以呢，在资源的部分，如果你得到的资源越多，当然你就可以拿去跟人家交换嘛。好，所以这重点就是你有没有资源跟人家交换以前很简单，以前就以物易物对不对现在的话你没有物，你至少要有钱嘛，对不对？所以那个资源的部分你也要去掌握。那最后呢，如果你前面的4个筒子都装满的话，你很专业，你有知识，你有技能，你同时间又有一些很优质的人脉，然后呢你同时间手上还有其他资源，那当然在社会的地位上来讲，你就会有那个声望所以有些有钱人他不是只单单有钱，他还会有声望因为他把这4个筒子往上加成之后，大家对他的信任度、信赖度，甚至是他可能会有领袖魅力，所以我们甚至就可以去信仰他，或者是他可能就会成就一方霸主，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声望的部分就累积起来了。好，那如果万一像疫情期间呢，筒子还是会被倒空尤其是后面的那3个筒子，因为呢你的疫情期间全部颠覆的情况之下，你搞不好在餐饮业是不错的，可是呢当疫情一来你的餐饮业已经全部都倒趴了之后呢，你的产业全部都要开始做翻新，那你那些产业的人脉还有办法运用吗？不一定。然后你拥有的那些资源跟声望呢，可能因为随着你这个产业被颠覆，你好像也
不会是那个第一名了啊，所以呢，有很多的变革，它都会把这些桶子全部倒空，你就变成要重新再来一次。所以为什么大家讲说，我都不确定我能不能做，或者是我不确定自己做的对不对，是因为那个可变性在世界上来讲，它每天都在发生哦。就像美国，如果有一些关税政策，它其实会蝴蝶效应影响到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只是同样的道理。那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前面那2个桶子永远不会空，但是你要想办法把它装满，因为那是只有你自己身上拥有的特质，你拥有的礼物。好，所以我们要把知识跟技能装满，接下来你就可以创造新的人脉，然后你获得新的资源，甚至累积一个新的声望。好，所以呢，职涯的关键呢，还会有这个知识跟技能。好，这是第2个可以带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的。好，那所以我们通常我会在企管的理论里面来讲我们会有几个部分是跟我们的职涯发展比较有关系的虽然你们不见得是企管系，但是我们大概讲一下你会理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进行职能盘点，就跟我们在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盘点我身上有什么特殊的能力跟优势，所以我才能创业。那同样的道理，你们在做职涯规划也要有职能盘点。那这个职能就是职业上的能力，所以有些可能是设计领域的同学，他们的能力就是要拿到设计师的什么证照也好，或者是他可能要有设计的一些作品得奖也好，来证明他的能力，这个就叫职能的一个盘点。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身上的优势你就要去积极的让它变成一个能力。有些能力是拿来考证照的，好，有些能力呢是你可能有作品就可以让人家信任的。那第2点，在我们的那个企管理论来讲，叫做行销策略，也就是说你们每个人其实都要做一个行销。好像现在因为短影音或者社群媒体都已经比较发达了，所以呢，相对有很多的同学是比较愿意在社群上面分享自己的，所以他也是让人家去认识你的一个契机。那以前当然比较没有啦，所以我们就会用古早的方式来行销，比如说递履历啦，或者请那个亲朋好友来做那个介绍、转介绍等等的。但是在行销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要去学习的是如何把我刚刚的这种专业度行销出去。所以我非常的推荐大家，无论你是不是企管系，你都可以去学一下行销无论你的行销要学得多深多浅都没有关系，但至少你要知道行销的概念是什么，不是单纯的去做推销而已，它里面还有一些概念是你要推销给谁，然后那个人他怎么样买单。好，这个就是他所谓的一个决策的过程，这个来讲它就会比一般的推销还要来的更加的有效果一点。那第3个呢，在企业经营上来讲大家都非常重视的叫目标管理，因为每一年呢，企业都会去思考我今年的营业额是多少，我今年展店数是多少，我今年市占率是多少，所以其实目标管理这件事情，除了用在企业，也可以用在个人。好，所以现在已经是9月底了，对不对？好，我还剩下10、11、12，剩3个月。请问你的新年新目标，新年就是那个1月1号许愿的那个新年，那个目标达成了吗？好，通常听说在1月1号，过年期间许了10个愿望，你大概今年只会达成1个。好，其他的话就是挪到明年再来达成。好，所以这个目标管理呢，就是取决于你本身跟别人的差异点在哪。因为如果你的目标管理跟达成率越高，你当然比别人更有竞争力因为一般的企业就是这样子我今年的营收都达到了，你这个老二怎么会跟得上呢？好，所以这个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商学上来讲也可以运用在你的职涯的一个规划上。好，那我来讲一下那个 NLP 是什么那 NLP 其实也是我一个兴趣，因为我在硕班的时候，研究所我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好，那消费者的行为就我刚刚说的，你要知道他在想什么，你才要卖东西给他，而不是你这边硬的就是我就是要卖简报笔给你你就不需要，不是吗？对，所以呢，一定是知道这个人他想要什么，你拿出什么东西比较容易成交。所以那时候消费者行为里面就有讲到 NLP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文献，我就非常好奇为什么这个所谓的脑神经跟行销会有关系因为呢，大家都觉得我先问一下你觉得你是冲动性消费的人吗？
不是。好，这个同学说不是。好，那你觉得你自己是理性消费者的，请举手。就是我消费的时候会谨慎考虑一下，然后做了各种不同的分析。好，目前就3个举手了。好，那其他人可能不太知道。好，那你知道吗？脑神经行销学在研究的过程当中，95%的人都是不理性消费。也就是说，其实人类是不理性的。好，但是我们都假装我自己很理性，说，哎呀，我跟你说，我就比价过了，然后这样，然后呢，我还问了这些使用者，这样，然后我还在社群跟社团当中问过了，哎，我最后的决定是最正确的，没有。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被某些东西影响，比如说亲朋好友的口碑。就觉得我好像耳朵子有点软，那我觉得你好像讲的也对 ，OK， 就稍微参考了一下。然后呢，不小心你看到这个促销方案，好像这个促销方案也不错，好，所以又参考了一下。好，其实有时候呢，我们的脑袋会去把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开始做一个顺序盘点，而且这个东西你觉得你是比较过的，但实际上没有哦。好，有些时候是你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我要这个，但是你只是为了合理化说，我想一下好了，可能不一定是这个，但是到最后选完之后还会是这个。好，就像有时候那个女生你就不要为难你的男朋友跟老公了。请问我穿 A 这件衣服好看，还是我穿另外一件衣服好看？这时候你要怎么回答？你最漂亮了，都漂亮就对了。好，那这时候我们那个女生就会说，可是我只能买一套啊。好，那这时候你回答什么都不对因为你如果选 A， 他就跟你说，难道 B 不好看吗？然后你说那就选 B 我觉得 A 也不错啊，然后你就会吵架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女生不要再为难男生了，因为当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心目中已经有答案了，但是你只是可能要求一个合理化，或者是要求一个支持者。好，所以大部分呢，以经济学那个诺贝尔奖有得奖的经济学得主研究出来，就是95%的人都是不理性消费的。好，那这件事情就很有趣啦。所以我当初在写论文的时候，我觉得 NLP 脑神经语言学这个真的太有趣了，因为脑袋里面的所有的一个思考的逻辑跟状况都会影响你的行为所以我后来去进修了脑神经语言这个程式学的这个执行师。那讲的那么复杂，我们来看一下最简单是什么。第一个，脑身心要如何做平衡？你今天脑袋里面这个自动 auto run 的这个决策模式，到底是受了什么影响？会不会是跟你的原生家庭有关？比如说你爸妈的决策模式影响了你，结果你不知道。或者是说你曾经有过什么创伤，所以你现在看到狗会很害怕，看到猫会很害怕，这个全部都是脑袋里面潜意识所累积出来的创伤，所以它会影响你后面所有的决策跟行为。还有包含的是情绪，你现在就被老师哄，你很不爽所以呢你就会积极的反抗。当你这个情绪没有被处理的时候，你后面的行为就会开始跟平常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吵架吵老半天，你会发现好像吵的议题跟我原来要讨论的议题不太一样。是因为那个情绪已经在上面了，所以你就会开始针对性，然后呢开始把陈年旧事也挖出来，结果回归到原点之后，发现自己想要解决问题好像都没有解决，但是花了1个小时在那边吵架。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脑身心要进行一个平衡我们的脑袋会有所谓的认知跟价值观，然后我们呢本身会有情绪跟感受力，还有包含我们的行为跟动作会反映给这个对方知道。所以有些人很生气的时候讲话会口不择言，为什么？是因为他的脑袋有一个信念，觉得你好像在针对我，然后呢情绪上被挑起来之后，他就用语言反击回去。这个全部这个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就完成了但是如果你不想要再成为这样的人，你觉得我是不是能够好好的成为一个沟通达人不要每次都是用这种吵架的方式的话，其实靠 NLP 这种方式是可以去打破一个循环的比如说我们把价值观稍微调整一下，不要让原生家庭影响你。你把语言模式调整一下，不要每次都用那个最难听的字眼，对不对？你把情绪稍微和缓一下，再去跟人家沟通，这后面都会是有效果的所以呢，在 NLP 里面呢，其实我会帮助我的客人呢去辨识他现在是什么样的情绪，他到底是失望还是愤怒。失望跟愤怒不一样失望
愤怒不一样的时候，他的行为表征会不太一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会帮他建立一个抽离忧郁的方法我现在发现有很多人身心症的这个频率也蛮高的其实我们会去学习一些如何让自己快速抽离忧郁。因为你快速抽离之后，你才能够去打工、去工作，或者是甚至写作业也好，就是它可以让你赶快回到这个当下的状况，不会让你沉浸在那个忧愁里面太久那有一些同学是他的那个自我肯定不足不用讲你们啦，可能到了40岁都还会有人自我肯定不足所以我们会透过一些方法去协助他建立自信心那另外呢，就是探索潜意识，因为我们的潜意识有时候呢是一个保护机制，就是你会发现为什么你不太敢靠近那个东西，是因为你的潜意识告诉你那个东西不能碰，所以你就自然而然的就往后退了万一这件事情造成了影响呢，就造成你生活上的影响呢，其实你就可以透过潜意识一些去做调整比如说其实我很害怕狗和猫，就是我害怕动物，那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我小时候的创伤，或者是我的潜意识给我的一个信念呢？这是有可能的。那如果今天接近小动物这件事情已经造成我的困扰，那我可能就要寻求这样的工具或技巧，让我可以调整它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都会在心理咨商会用到的一些技巧跟信念好，那另外呢，除了算命之外，我还有牌卡的部分，所以等一下可以跟大家稍微体验一下牌卡我们的NLP 或职涯或者感情跟人际关系，其实都有相对应的牌卡可以进行体验。所以通常客人来找我，他做一整套的这种所谓的职涯分析啦，或者是命盘的一个理解的话，我有时候会搭配一些牌卡因为我觉得这个在职涯发展过程当中，有时候你讲不清楚你到底重视什么，或者是你讲不清楚你到底现在遇到的关卡是什么，我们就会透过牌卡先进行一个简单的探索。好，所以我手上的牌卡就会有职涯探索类的感情探索类的，或者是跟女性议题有关系的牌卡，另外我还有占卜的牌卡跟疗愈性的牌卡。那我今天就带了2套等一下就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这个职涯其实有一个专门的牌卡在这个去做咨询那像这样的牌卡呢，我们就会请大家先抽职业卡，然后呢再去判断你身上有什么样的能力，以及你想要活出的这个生活模式是什么。那我们再去看这3种牌卡中间的落差，来决定你的职涯发展的路径可以怎么走。好，这个就是职涯探索在用的一个专业的牌卡。好，那所以呢，像我刚刚讲的 NLP 啦、牌卡的部分就是我的另外一个角色。那除了我刚刚讲的，我有商学的背景，然后呢，也有算命的这个技能之外呢，还有包含这个身心平衡的部分，所以就会帮助客人呢去分析他的所存在的能力，然后以及呢，我可以用一些语言的力量帮助他建立自信心。所以很多客人呢会觉得说，第一个我还蛮一针见血的，因为呢，就可以马上帮他把关键点出来。那第二个呢，因为我们透过 NLP 的疗愈，所以其实我们在语言上来讲会给他一个支持的信念。那同时间也调整他自己的语言模式，就不要常常说什么我很烂然后我很废不是，这个是语言的力量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要去调整一下这个语言模式，你自己回去就可以疗愈你自己了好，所以在 NLP 身心平衡这种，或者是我们讲心理学里面的这个职涯的这个理论实际上呢，你可以去做潜意识探索，把你的限制性的信念拔掉有可能是以前感情的创伤，有可能是人际关系给你的创伤，有可能是家里面给你的创伤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把它给厘清掉。那另外呢，就是你刚刚我们那个互动式的时候，搞不好有人写说我就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意义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身心平衡的一个咨询，去帮助你找到你最想要的生活跟核心目标会是什么。那有些人是自信心跟行动力不足，那我们就给他一个训练模式，比如说当你怎么做的时候，你的自信心会往前面走，当你做了什么样的动作的时候，会加强你的勇气。好，那最后就是有些人是要解决人际关系啦，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个客人他来找我讲创业的困难我让他抽完牌卡之后，我发现没有明明就是前男友在影响他，然后他瞬间就
我就想说，看他脸很凝重，我就不想再讲下去了。好，因为第一个是他本来要创业，但是他现在公司里面有他的前男友，然后他就思考说，我到底要不要离开这间公司呢？我说不能离开的原因是什么？他又讲不出来。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前男友在里面啊。那我其实重点要处理的是什么？不是要不要创业，要不要离开公司，重点是处理他跟前男友的感情才对。好，所以这个其实就要处理的是人际关系议题。对不起那个算命算不到这个前男友，但是你透过牌卡或透过这种1对1咨询，就有办法找到这个关键答案哦。好，那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体验一个红花卡，它这个叫做艺术治疗的一个设计哈。那我们会透过里面有非常多的情境，然后来协助你探索今天你想要探索的议题。然后另外呢，我也带了另外一个叫做职涯的这个图卡，它一样就是图画而已，没有文字哈。那它是心理咨商所，还有包含那个职涯咨询师，他们透过这样子10年的一个经验，好累积出来大家最常遇到的问题，然后去设计了这种52张的那种故事性的牌卡等一下让大家简单体验就好了。好，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呢，你要不要分组？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你要自己抽也 OK。那我等一下会发下去因为牌卡每一张都不重复，好，所以原则上我就随便发了哈。那你拿到了牌卡，你就开始挑一下，你最近在工作、学业或者是生活上来讲，你未来想要往哪个方向走，你就挑一个比较类似的牌卡。那或者是说你最近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哪一个牌卡会比较接近你现在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就跟你旁边的同学或你的朋友稍微分享一下，你为什么抽这张牌卡你最近遇到的到底是问题，还是一个期望跟向往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做一个体验哈。那我们就请助教也帮忙协助一下。好，来，我们时间关系我们来进行下一 part 了哈。有没有同学愿意上来分享你抽到什么，然后你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来，有没有？你来，快 ，go， 加分！来，这个框框，来框框，好，来听他讲话。我抽到这张卡，原因是它颜色的色调吸引我，就是这样，然后我才看清楚它是一个荡秋千的，但是这个意象我也很喜欢。为什么会抽这个？如果我给他一个议题的话，我会想说，我以后的发展、工作发展之类，因为我目前是自己在小小的创业，然后我想说，应该对以后的职涯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为什么是抽签？抽签，或者是一个感觉？因为我现在为了来读书，有调整一下我的工作。OK， 好，所以这个呢，他抽到秋千这件事情力道可强可弱。所以其实对于你的一个比如说创业过程或者是在学习上的平衡来讲，你是有一点想要控制它，或者是说我随着这样摆荡，我可能会比较轻松惬意也说不定。对，那是一种意向。那因为这个当然牌卡你没有全部看完你只是就你手上拿到去抽，所以呢它会有一点点，当然不是那么的贴切，但至少你在这么多张牌你看到了它，对不对？然后呢，你会感觉一下这个秋千带给你意义。你平常喜欢荡秋千吗？看到的时候会荡2下。很好。所以也许你就感觉那个刺激感、速度感，或者是那种脱离地面的感觉。对，迎风的感觉所以这个回去可以做一些自我探索比如说你这很困扰或者情绪不好的话，你就去荡个秋千或者是你就去找一个迎风的什么活动也可以风帆也好啦，还是什么就是电风扇吹也可以啦对不对？对，电风扇吹也可以好，可以了。OK， 感谢我们的同学等一下加分嘛，对不对？老师可以好，加分。好，那我们今天要往下走了等一下牌卡不要给我带走牌卡很贵要还我但是如果你很想跟老师讨论一下你抽到的这个议题，那你就保留下来，等一下就是下课时来找我就稍微留一点时间给你们。好，来看一下第4部分我要做结尾了刚刚大家应该都有彼此分享，就是你抽到的东西跟你想要问的问题，甚至搞不好你身上没有任何问题，你只是单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我还蛮喜欢的，那就是你的潜意识，但是你的潜意识抽出来的。
你的潜意识就会觉得，我喜欢这个东西，或者是你刚好有一个什么困扰，像刚刚这边这个同学他告诉我，就他最近的生活模式是那样，然后所以他抽到类似的牌卡，就是表现他生活的模式。那很好只要他对于这个东西是有感觉跟自觉的，那我们基本上只要不过度任何事情都不过度，我们就取一个中庸之道的平衡，你就有办法去保有很大的弹性去应对各种的事情啊。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有些人太绝对了，就是比如说我就绝对的坚持，那其实在很多的变故或者是很多的那种突发状况来的时候，他没办法赶快去进行调整，或者是他就非常非常的善良所以呢很会被人家利用像这种太过度了就会产生一些伤害，所以我们尽量回到一个中庸之道很多事情就是一个双面刃大家就是取一个两边都有的一个状态就好了。好，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在职涯的关键里面有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些文章还不错，像我那时候要从品牌行销或者是这种就是上下班的生活转成自己创业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这一张图片，这个叫做 Ikigai 这个日本的一个概念，它在探索的是所谓的生活的意义当然有人是说生命的意义没关系，反正如果你把生活当作是生命的全部，那我们就可以这样讲，或者是你可能追求的是一个综合性的状态，好，那也叫做生命的意义。好，那所以它中间那个叫 Ikigai， 可是这个交集怎么来的呢？第一个，你热爱的事情有哪些？有人热爱户外活动，有人热爱听讲座，有人热爱写歌写词创作，对不对？然后另外就是你擅长的事情，这个擅长的事情不见得是你热爱的对吧？你擅长的事情不见得是你热爱的有一些客人他会跟我聊就是他命盘里面跟他的职涯状况，我说你擅长这个就是设计，但是你热爱设计吗？老师不见得，因为要熬夜我只是一个糊口饭吃而已好，所以擅长的事情跟热爱的事情不见得一样，但是如果你一样的话，你其实是很有热情来做这些事情的就是你擅长你有热情，那你就会做的比较持久，也比较心甘情愿那另外就是别人会付钱请你做的事情，我刚刚不是讲到了吗？你在社会上来讲，你要对人家有价值，你这个人脉才能够建立嘛。那个所谓的价值有一部分就是人家愿意花钱买你的专业所以买你的专业就是我愿意付钱这件事情那如果万一你擅长的事情跟人家会请你付钱给你做的事情结合起来了嘞，那就变成是你的专业，因为你擅长，所以你会非常专精，同时间社会上又需要，而且还可以愿意付钱买你的专业，所以这个中间就是专业的部分。再来就是世界需要的事情。什么叫世界需要的事？你以为所有的工作都是世界上需要的吗？不见得我举个例子我有一次看到了这个影片，他写说世界上会有那种垃圾的工作，然后我想说垃圾的工作是什么看起来好像是个批判性的影片，我就点进去看了。他跟我分享，从古至今有一些工作是从以前就存在，一直流传到现在。那有一些工作是因为比如说工业革命啦，或者是经济的这个需求啦而衍生出来的工作，所以它不见得是必要的那它里面举了2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震撼。第一个例子就是老师，从以前到现在，老师教育产业一直都存在，但为什么老师拿的薪水是有个天花板的？好，这个呢就他就探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没办法，我们身为老师，我们有教育部的钟点费规定，我不能随便跟你喊价。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商人，我可以随便卖你我想卖的价钱，只要你愿意买单就好。好，这是他的一个论点第二个，你绝对想不到，必要，但是他的薪水很少。有没有人要猜一下？我们就加个分吧。必要，但是他拿到的收入跟薪水很少。有没有听起来很可怜的样子？什么？社工？好像是。你这样diss了社工系的同学怎么办？你们就是我们在讲这些心声就对。好，这个职业叫做清洁业，因为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垃圾。
可是为什么他们在你们休假的时候来清洁，然后他们的薪水却不会是像有钱人那样富有呢？好，然后你会发现过年期间，如果没有人帮你清洁垃圾，你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清洁业很重要，但是为什么在社会上他们的阶级地位啦、收入啦，都会是比较低的那一群呢？我看到这个影片之后，超级震撼的，我心里想说：天哪，完全颠覆我的想象。然后呢，他说有些工作是因为工业革命或者是我们讲说经济的这个起源然后起来的，例如卖一些投资型的东西。你今天如果没有经济的压力的话，你干嘛要投资所以那些投资型的产品是因为我们要不断的去创造我的财富，所以衍生出来的产品跟服务我就觉得哇，我还是当老师好了，那我就尽量让自己呢能够多赚一点钱，或者是呢尽量呢把我们这个所学的部分呢还可以回馈给大家。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世界上需要的事情。如果今天世界上需要，又有人愿意付钱给你，那就会是一个职业。如果今天没有人愿意付钱给你，那可能就不会是一个职业这是有可能的那另外，如果你热爱的事情刚好也是你世界上需要的，那就会是一个使命。所以有很多人他可能会去比较落后的国家或贫穷国家当志工那个是世界上需要的，但是他也是很热爱，所以他就会变成是他自己的一个使命。好，那如果你把这个4个象限呢全部都融合了，找到了那个最关键的结合的工作或者是职业的话，你的生命就产生那个意义。因为第一个，有人愿意付你钱，所以你的衣食无虞；第二个，因为是你擅长的，所以你做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第三个，你热爱，所以你呢就算要熬夜，好像也蛮开心的。然后第4个，它真正对这个世界上是有帮助的。好，我看到这个我就认真思考，到底是我的工作哪里可以符合这4个，所以我后来找到了一个关键点：教育。教育在这个部分，如果今天是我热爱或我擅长的，我擅长的部分是什么？我刚刚讲啦，我的命盘里面是靠口才赚钱如果今天这个教育的部分是靠口才的话，OK， 那就是我擅长的部分，我只要把它练得越来越熟就好了。然后呢，同时间教育是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事情，而且呢，也有一部分的人愿意付钱请我做。好，所以我就开始找到了这个人生的循环，我就开始去钻研，那我能不能在这个里面成为更加的专业或者是我有办法改善我自己的生活。好，所以这个图片呢，你可以回去自己找找看。有没有你手上现在这个活到了现在之后，你的某一些的技能其实是有办法符合这个图片的。好，所以最后要带给大家一个观念生命都是由我们任何一个大小选择而组成的。没有办法跟我说老师，那你们能帮我改命跟改运？改命跟改运不见得改掉全部，那其实你的选择会比较重要。也就是说，你今天选择在这个当下好好的听讲座，然后产生了一些冲击性的思维之后，回去进行了一点调整，或者是你做了一点选择，你去外面打工，你然后赚了一些钱来改善你自己的生活，那都会是你的选择。但是时间永远都是公平的，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好好谨慎的选择，或者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技巧让你的选择至少是有价值回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认识命盘，了解自己的状况，然后同时透过 NLP 来调整一些意念有些东西太限制你了，你可能达不到，你就会觉得自己太烂了，没办法一直在耍废。没有，其实有部分你只要建立自信心之后，你就会勇敢跨出那个第一步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去把这一切不论是你的现况还是你天生的优势，做一个综合性的判断之后，你再做出一个最佳的选择。但是这个最佳的选择不是你这一生最佳的选择，是你当下最佳的选择，因为有可能跟你的身份角色有关。例如你现在是单身，你要做的是对于你这个单身角色里面最佳的选择。你今天是一个妈妈，所以你有可能会有一些角色压力跟责任，所以你只能就这样的前提当下做出一个最佳的选择。所以这个最佳的选择会变动，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求的是心里面的平静，或者是你的生活至少是舒服的，这个对你来讲，你才有办法继续支撑下去。
好，那另外我也有一些职涯蓝图工作坊，哈，这个4个人就可以开一个工作坊了，所以我们就会进行一些简单的探索，哈，比如说呢，我们这4个人这样子团报的话呢，它就会变成是我们就可以先做命盘优势分析，然后像刚刚的这种牌卡探索，我们去做一些简单的定位，然后呢学习一些自我调试，比如说调试情绪也好，那有些人是时间管理能力比较差，我们去给他一些方法去建构，那有些是人际沟通上出了问题，那我们就会教他如何去做沟通，然后最后工作坊的话就可以带回去一个个人专属的职涯蓝图报告书。这个通常就是我在把刚刚我们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会透过一个工作坊或者是一个简单的课程呢，就让大家可以先把自己的部分搞定。像这个部分呢，通常呢都会在25岁或35岁的这些客人会蛮喜欢的，因为25到35岁是人生职涯的一个困境。第一个是因为他刚毕业，然后呢他出去工作了2-3次之后发现怎么办？这个工作到底是不是我要的？我现在到底要不要结婚？我到底怎么样？我要往哪里走？所以他在35岁左右就有一个关卡。那有的人就会开始突破关卡去创业，有的人呢就会开始进入主管阶级，有的人呢开始就会进行转行转业，有的人甚至就直接移民到外面去了。好，所以25到35岁是第一段的职涯的一个发展，然后35到45岁是我们最近面临到的，很多人他的这个数位能力没那么好，所以他会开始被产业淘汰，好，甚至他没有第二就业专长，所以他很容易也会被年轻人超车。好，所以35到45会是第2阶段。那我今天下午听了一个讲座，我发现45到55岁是第3个阶段。好，第一个呢，他可能因为不太会用 AI， 然后就被大企业裁员了，然后也有可能他是2度就业的职业妇女，或者是职业的这个家庭主妇也说不定。好，因为养小孩、养家庭，然后导致他的职涯中断了，所以45到55岁也是有这个职涯的困境哦。好，那这边呢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个职涯的这个案例哈。有一个32岁的客人呢，他因为有一些困扰，因为他是要做设计的，但是呢他在转职的时候呢，竟然待业了半年，所以他很紧张，好，所以他就来做算命跟职涯咨询。那我发现其实他的命盘当中是很有创意的，所以他其实走设计这条路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要过于担心。只是说他现在要思考的是说，以前他的设计呢是在于平面。但现在他要找的这个新工作可能会是动画或者是网页设计，那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应付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压力呢？好，这是他比较困扰的，所以我们就利用牌卡啦，或者利用一些简单的咨询，先帮他把这个现况定义出来。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件事情他不用困扰太多。好，他其实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必须要把作品端出来。很多的设计领域的同学就是没有把作品呈现出来，而自己想太多，以为自己做不到。但没有，其实重点就是你要一直累积作品，一直累积作品。所以呢，他其实我们只要进修相关技能，比如说他以前是平面设计，他现在要转成网页设计，那他可能要学一些相关的技能。他把那个技能补足之后，他的职涯蓝图的一些拼图就会开始比较完整了。好，接下来当然就可以拿到更好的薪水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个案的分享给大家。那另外我跟桌游店也有合作哈。那桌游店的话，我们就是采用牌卡探索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创业桌游，那我们就会合办一些工作坊或者简单的活动哈。那这个的话就是跟大家会比较多一点简单的互动哈，不见得我们要把这个算命的这个部分呢放得太重，因为呢我觉得探索你用各种方式探索都是可以的。好，最后给大家看一个影片。今日も走り続ける。誰だってランナーだ。時計は止められない。時間は一方向にしか流れない。後戻りできないマラソンコースだ。ライバルと競い合いながら、時の流れという一本道を僕らは走り続ける。より速く、一歩でも前に。その先に未来があると信じて、必ずゴールはあると信じて。人生はマラソンだ。でも本当にそうか。人生ってそういうものか。違う。人生はマラソンじゃない。
誰が決めたコースなんだよ。誰が決めたゴールなんだよ。どこを走ったっていい、どこへ向かったっていい。自分だけの道があるんだ。自分だけの道、そんなもんあるのか。わからない。僕らがまだ出会っていない世界はとてつもなく広い。そうだ、踏み出すんだ。悩んで悩んで最後まで走り抜くんだ。失敗してもいい、寄り道してもいい、誰かと比べなくていい。道は一つじゃない、ゴールは一つじゃない。それは人間の数だけあるんだ。全ての人生が素晴らしい。誰だ人生をマラソンって言ったのは。リクルートポイント始まる。所以呢，刚刚那个影片就告诉大家哈，我们以为都有一条路，那个路是绝对的不会跑哈，没有。我刚刚讲过，你的选择会造成你接下来的路径。好，所以其实就是用不同的选择来综合，让你跑到人生的这个终点哈。所以其实马拉松确实啦，就是看你的这个就是平均年龄，我们现在平均的寿命大概就80岁以上了哈。所以其实职涯是还可以再往下面的延伸，有很多的这个长辈其实现在不是65岁退休，他们现在变75岁退休。好，因为他其实还是有办法去为社会贡献他的所长。好，所以这个每个人的道路都不太一样，那你还是可以选择。好，但你当下选择你比较舒服、比较适合你的就 OK 了。那像这个我也可以送给大家，我们把自己的优势特质呢变成自己的超能力，然后这个超能力呢也会为你赚到钱，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部署哈。这个功夫熊猫3我蛮喜欢看的，那个阿波啊那个主角啊，他一直觉得说，我找到我的那个熊猫的同伴了，然后他就很想要教他们功夫。但实际上呢，那些熊猫的同伴呢，没有在管他的。然后后来他就悟出了一个道理啊，原来每一只熊猫都长得不一样，我们要让这只熊猫发挥它的所长。所以里面有一些熊猫是会跳舞的，有些熊猫是会丢包子的啊，所以他们就一起用自己的专长呢，把敌人给打退了。这个就是这个功夫熊猫3所要传递给大家的一个概念，我们都能够有自己的力量。那这个力量呢，都是源自于我们自己最好的那个部分。你最擅长什么，你去练习，把它练习到最专业之后，自然而然就有人可以花钱买你的专业咯。好，那最后就是我的官方账号跟 IG 哈，如果你想要跟我交流的话呢，可以加入官方账号，那你可以扫一下我们的 IG， 然后呢 follow 一下，那上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工作坊或者是讲座，然后甚至是有一些体验的部分。体验的部分我通常就给学生会有学生的价钱，就比较简单一点。那如果你有些就是人际上、感情上、工作上困扰，那你也可以用 LINE 传给我，没有问题的哈。那我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在那个当下赶快解开一些困惑，你才有办法持续的往前走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个地方了，好，谢谢。